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那么给大家讲第二个核心技术啊，关于售楼处及样板间开放的2大节点需要关注的内容。那么我们在首开期的时候有2个关键节点啊，2个最重要的营销节点，分别是售楼处开放以及样板间开放。那么全中国从上到下很多企业都在关注这2个重要营销节点。在过去15年我们是没有这个技术的，那为什么近10年我们有这样的技术了？核心很简单啊，售楼处开放、样板间开放这样的节点，其实核心是通过大活动、大明星的方式吸引 C 加级客户，也就是在地缘有钱不买房的客户。售楼处开放，请 Angelababy 是吧？由于明星助阵，把很多有钱人吸引过去，通过明星助阵，让我们的客户接触我们的产品，产生互动，形成非意向到意向的转化。所以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我们的节点性的邀约越来越重视了。给大家讲一讲啊，关于售楼处开放以及样板间开放这样的重要节点，我们要关注哪些内容？首先，第一个，售楼处开放啊，售楼处开放认需求啊，一般我们标杆企业都会结合这个节点来做。那么，售楼处开放啊，它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就是从售楼处开放开始，我们开始有目的性的把我们过去接触的客户以及平时推广到访的客户，有目的性的向暗场引导了。通过暗场点动词的活动，定向挤压，实现客户第一对我们产品产生热衷，第二个能够升级认筹。所以我们说，售楼处开放是项目营销启动的续客的第一个节点，也是重要的标志性的节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我们往往会经常的会判断一个项目只要从售楼处开放了，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强销期了，就是我们叫强宣期，又叫强销期。从这开始倒推45天，就应该是我们的开盘日啊，这就是我们说的里程碑节点。那么我们说售楼处开放，我们这样的活动要关注哪些内容呢？大体上关注4个内容。首先第一个，售楼处开放一定要认需求，就是售楼处开放，好多人来，客户呢一看这么多的客户，就会产生消费冲动，是会跟从式的消费，所以不能放弃认筹的这种机会。同时，是我们客户第一次接触产品的最好时机，因为如果客户来到售楼处，屋里没有人的话，就跟吃饭一样，你去饭馆吃饭，是吧？旁边这个饭馆1个人没有，你不敢进去，和一店一样，旁边这个饭馆好多人，你就去那个地方吃饭了。所以我们说，售楼处开放邀约客户第一次接触产品，一定要客户感觉好多人，这样的话他能放松警惕，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产品发生关系，你才会有一种心里边感觉到踏实的感觉。所以我们说，售楼处开放是挤压客户认筹最好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一般我们讲售楼处开放认需求，这2个动作是匹配的第二个样板间开放认实筹，是吧？一般样板间是关注于产品的，那么样板间开放时间会比较长，在产品过程当中，销售员和客户进行有效的交流，让客户产生消费意愿，更容易升级认筹一定带促销动作一定要有紧迫感。所以我们说，售楼处开放一定要结合促销和优惠限时优惠，一定要给客户挤压，这样才能让他在半天的活动里边有充分的这种热度，才会认筹，认了筹了，才会有后续的升级和开盘动作。所以我们说，售楼处开放这个活动的话呢，一般是个点动词，时间不宜做得太长，是希望通过1-2个小时、2-3个小时的活动，给客户一个有效的挤压，让它产生一个沸点。所以的话呢，一般我们售楼处开放跟样板间开放的活动是不一样的一般售楼处开放请明星，一般就是半天时间，通过半天时间把人集中在一起，进行有效的高度挤压，实现意向转化。而样板间开放呢，我们一般是时间动词，今天开放了，今天、明天、后天都能来看。而且呢，我们需要大家的销售客户呢，在售楼处暗场停留时间够长，才能通过他和我们销售员的通过产品之间的对比，产生对产品的一个深入了解。在升级的同时，让我们销售员详细的了解客户的内心动向以及对产品的一个热衷度。所以我们说，售楼处开放的动作和样板间开放动作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售楼处开放就是紧凑挤压效果好第一个，高大上的活动等级一定要把营销费用用到这个环节上面，能请多大的明星就要请多大的明星希望通过明星助阵的方式吸引更多老百姓，有买房的，还有是凑热闹的，还有C加级客户都能导入暗场，这样才能实现对客户的有效挤压第二个，明星的选择和利用
是很重要的啊。大家都知道，老师上节课讲了 C 加争夺战，我们希望我们的业绩更多来源于什么？除了刚性科学以外，还有一些投资客，包括一些个 C 加级客户，通过凑热闹炫富的心态，因为只有人多的情况下，这些有钱人才证明自己有价值，只有花钱来证明自己买成就感，所以他们更容易在人多的地方产生消费冲动啊。第三个，客户邀约啊，续客期资源客户第一次亲密接触，所以我们要把前期续客的品牌落地期的客户逐一的进行礼貌性的邀约，越多越好导入暗场啊。我们这个售楼处开放是不惜人力的。你看我们在一般综合体开发的话，一个售楼开放至少来5000人，这是个低配，还有上万人的这种情况啊，挤不怕，但是一定是个盛宴啊，就怕人少啊。第四个，营销动作植入，一定要把热需求这个动作植入进去，来了就得花点钱，是吧？不花钱怎么证明自己有价值呢？第五个，客户量是关键啊，信息不对称，互相挤压，通过大家都来开放凑热闹，大家都来认筹的方式来产生一种从众心理，让我们的老百姓跟随消费啊。第二个，最后一个要关注的就是为下次他再来要打下伏笔，我们要做一个下次样板间开放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动作，告诉他15天之后还有节点，希望他留出时间关注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说啊，售楼处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节点，要花钱，要请明星，要做大阵仗，要有效挤压，还有营销啊认筹动作的植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提到的关于售楼处开放的一些需要关注的一些节点。做一个总结啊，售楼处开放节点是点动式工作啊，时间不要太长，但一定要有挤压，要有爆品感，其作用就是吸引客户到访和实现有效挤压啊，一般会伴随着我们的需求动作啊来一起落地。那么讲讲样板间开放啊，同样是我们营销在续客期很重要的节点，一般会伴随着升实筹啊。一般售楼处追求的是热闹，而样板间这个追求的是什么呢？是高品质，让客户停留暗场的时间会更长。售楼处开放就半天两三个小时，但样板间开放，客户待的时间越长越好啊。通过客户与产品信息的一个对比，了解客户的内心动态，判断客户的意向啊，这是我们说样板间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环节。样板间开放与售楼处开放啊，是不是要放在一起？这个呢是一个我们行业内通用的一个课题。那么放在一起和不放在一起都是正确的。那么一般常规产品是不放在一起的，但是有些异地产品，比如说像什么文旅地产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惠州、东莞这样的投资型客群呢，他们一般客户到访的难度比较大，或者是马来西亚、澳洲这样的这个产品一般都是在售楼处开放和样板间开放同时来做，把生筹需筹的动作需筹实筹的动作放到一起来挤压，有这样来做的。但是的话，其实我们说售楼处开放的动作和样板间开放的动作的寓意是不一样的。售楼处开放主要是客户热衷度的提升，而样板间开放是判断客户意向的作用，它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啊。给大家讲讲样板间开放需要关注的一些内容。首先第一个就是体验感，就是让客户多停留在暗场，除了产品信息的体验以外，还要对我们的服务意识、对我们的这个产品理念进行多维度的体验，让他对我们产品产生好感，同时对未来的幸福生活产生一种向往的冲动啊。第二个，服务水平的展示，售楼处开放关注的是明星，样板间开放关注的是什么？除了这个静态的户型展示以外，还有一些个物业的展示物业功能的表演。第三个，营销动作植入。一般样板间开放，客户对产品信息会非常了解，在这个情况下摸清客户意向，让客户感受到产品的这种买不到的这种紧迫感，升级升筹效果是最好的第四个，明确客户意向的最佳时机，要根据客户多次停留暗场的这种时间比较长的这个机会，要深入摸清客户的这种意向第五个，利用客户信息的不对称性，谁买了谁认筹了不知道多少筹也不知道，让客户感觉到有紧迫感，觉得买不到就是亏第六个，关于防托的利用防托我们经常说叫虚假营销，我们在一般上课的时候或者是给国营单位讲的时候不能放在桌面上讲的，但是我们中国很多同行都在用这个技术造一些个员工的内部筹或者是让一些个自己的员工去假扮客户这些都时常有用到，但是大家记住一点适度不能太夸张。那么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关于样板间开放我们的营销力的植入这点很重要，花了这么多钱搞的活动了，如果你不让他放走的这个客户，不让他升级的话，那这个动作就无效了就跟钓鱼一样，这个鱼咬钩了你就要提竿
是吧？早提晚提都钓不上鱼来啊。所以我们说，样板间开放一定要明确销售员是我们的重要的升级的一个节点。有些销售员不好意思的，客户来不好挤，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工作必须在这个活动里边要挤压客户，逼定客户升级明确客户意向分级，这客户到底是 A、B、C 级哪一级客户，必须要销售员问清楚。第三个，明确营销动作植入的时机和内容，到底是怎么升级，升多少钱，客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带着钱来第四个，反复斟酌销售力的力度，活动现场反复提及促销广告升级，人感觉你有商业倾向。如果不做宣传推广植入的话，你光做一个唯美的一个展示，静态动态的展示的话，营销没有营销力，这活动白搞了最后一个提醒大家，要坚决执行，销售员一定要就是不要抹不开面子，一定要敢于主动跟客户提出来升级的要求一定要抓住这个最佳时机，逼定客户升级。第三个，结合活动节点客户邀约的技巧，就是一般2次邀约，就是客户售楼处开放来了，是吧？看明星来的。第2次看样板间，有些没有意向的客户，比如说 C 加的客户，他就不愿意来了。那么我们如何通过一个好的邀约电话邀约客户来参加活动，这是很重要的。一般客户2次到访了，意向就基本就明确了。所以2次邀约是我们认筹升级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第一，客户邀约必须搞连续剧，让他知道每周都有活动，是吧？他一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就要关注于是不是小苏要给我打电话发微信了第二个，一个活动至少2次到访，就是能邀约他2次来的就别让他1次来，多次来就能接触产品，这样的话给他施加压力会更大。比如说提前能不能拿一下这个活动的参观票活动结束之后能不能来一趟领一下礼品让他多次来售楼处接触我们的洗礼，这是最好的一个理想方法。第三个，到访千万别让客户空手而回，养成一个习惯。你看我们房地产有一个习惯叫随手礼卖汽车卖手机卖安利卖保险都不有这个技术，只有房地产有。这客户来了就是浪费自己的这个时间成本了，但是来了之后就别让他空手回去，都有占便宜心态。恒大做的比较好，是吧？来了就给你送一箱恒大冰泉，这一箱水好沉，其实没几个钱，是吧？要做一些个随手礼，有的精致一些，有些傻大一些的一定要让客户有一种占便宜的心态，这样的话才能养成一种经常来售楼处逛的一种好习惯这方面不要省钱一定要做的这个要礼到这样的话才能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这种亲情和温暖。第四个，邀约说辞必须事先统一，就是我们的电话邀约必须要提前统一，而且要训练销售员提前要练一练一个邀约电话不同的人打结果是不一样的，会打电话的很容易邀约，不会打电话的客户反而提出反感，背不住跟你以后就断道了，不会再来售楼处了。所以一般我们电话邀约一般就是3分20秒，就是在3分钟之内要挂掉电话，不能太长要输出就跟我们电视直销一样，输出3个内容。第一个，客户寒暄问寒问暖第二个，说明活动的内容。第三个，最后结尾的时候也有特大喜讯，这个活动有什么促销利好有什么抽奖跟客户讲明白这3个核心内容必须要有效的传递给客户。那么我们说样板间开放它是一个时间动词，它比售楼处开放的周期要长，目的是让客户根据产品信息输出，让我们通过跟产品接触来摸清客户的意向，所以它的时间是时间动词，不是一个点动词，跟售楼开放的活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2个核心，第一个时间长，那么你的活动的这种品质要搞好，第二个服务要跟上。一般平时街访可能有6个保洁，那么样板间开放期你要搞16个，你要把我们的每一个环节做得非常漂亮。保洁不是为了干净整齐，是为了通过保洁过程展示我们的这种服务意识，是吧？能弯小腰把垃圾捡起来的就不要站着用扫把扫这个意识给客户的展示的意识是很重要的。其活动的重点来自于客户挤压和客户对产品的性能价格的摸底，所以我们希望客户能够来样板间，而且待的时间越长越好销售员通过样板间产品的这种互动，摸清客户对产品的这种意向度，这是我们样板间开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好了，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下一节下一节我们讲价格策略以及开盘执行计划，就开盘前7天我们要进行一个价格调整，以及开盘计划我们的设定的一些知识内容。我们下一节再见。